各位朋友好，我是蔡明强。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颜色与生活状态的关系。这并非某种特定观念，而是关乎我们如何与自然能量相协调。今年冬至是12月21日，它不仅是节气，更是天地气运转换的临界点，阴气达至顶峰，阳气悄然萌发。在这样的能量转换关头，我们的状态、行为，甚至衣着颜色，都可能被放大并影响接下来的生活节奏。我多年观察发现，许多人一整年状态不佳，未必是某种定数，而可能是在冬至这样的关键节点走偏了气，与自然节律失协。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如何在冬至借助颜色能量，为2026年调整状态打好基础。关键一点是，颜色选择绝非一概而论，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穿红色或黄色。正如调理身体需对症下药，衣着颜色也需契合个人，穿对是注意，穿错则可能适得其反。让我们静下心来，细细理清其中的道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聊聊冬至如何用对颜色迎接新年气象。核心就2点：稳住根基或激发活力。颜色选择绝非跟风，必须契合个人当下的能量状态。先说黄色，黄色在传统观念中属土，代表居中、稳定与承载的能量，对应人的脾胃，被视为后天之本。冬至阴气极盛，阳气出蒙，最需避免根基虚浮，锁住出阳。因此，冬至的首要任务对许多人而言是稳。什么样的人最需要借助黄色的稳定能量？即那些过去一年感到心力交瘁、钱财难聚、家庭琐事烦扰、身体虚不受补的朋友。运用温和的土黄、姜黄色，能帮你像压舱石一样稳住气机，凝聚根本。反之，若你本身气浮神散，穿得过于鲜艳跳脱，反而易耗散能量。有6个生肖的朋友，因自身特质或当下状态中木或火过旺，消耗了土的能量，特别需要在冬至借助黄色来稳固根基。具体是哪6个，我稍后会详解。核心原则是，若你因奔波劳心而透支了内在稳定运化的土，冬至就应收束涵养，穿黄色固本，切忌继续折腾消耗。再说红色，红色在传统观念中属火，代表向上、勃发、突破的能量。它如火势油门，力量强大，但绝非人人皆宜。若你气弱底寒，盲目穿红，如同虚火猛烧，反易耗干本源。那么，谁应当在冬至这天借助红色？恰恰是那些生命活力难以激发、气机呈现、缺乏动能的人。典型表现是做事犹豫拖延，常年手脚冰凉怕冷，精神萎靡不振，有机会却不敢争取。这类朋友若在冬至继续穿黑、深蓝等素水的寒色，无异于给出生阳气泼冷水，未来1年都难提振奋之气。冬至是全年唯一一个最不易伤根本、最适合激发的日子，前提是你真的缺火及缺乏行动力、决断力与蓬勃向上的生命动能。自我判断，若过去1年你总觉得努力却差口气，有能力却无舞台，疲惫却查无大病，请务必留意我接下来关于红色的具体讲解。最后明确一点，冬至穿对颜色绝非一劳永逸，它更像一个启动键，为你2026年的生活运行打下基础，开个好头。按对了，后面更顺；按错了，则需费力调整。今天这番话是说给真正愿为人生负责、愿静心调整自我的朋友听的。接下来我会详细阐明哪6个生肖需用黄色固本，及其深层原因与注意事项，哪5类人必须用红色激发活力，确保你用对而不伤身。颜色是能量，是工具，理解其理，方能善用。请静心聆听，为自己的冬至与新年选择一个更有力量的起点。今天我们深入讲讲哪些生肖需在冬至借助黄色来稳固根基。请记住，生肖是参考框架，
最终要看您过去一年的整体状态。若常感心力交瘁、钱财难聚、琐事缠身或虚不受补，便值得认真倾听。属牛的朋友本命带土，踏实肯干，却也因长期承担付出，易将根基之土消耗殆尽。中年后常见小病频发，存钱不易，核心在于土已耗虚。冬至穿黄色温润土黄、姜黄，重在补本而非招财，把根本夯实，财富与好运方有承载之地。属龙的朋友自身能量易失衡，多思虑，易疲劳，内在常有虚浮之感。冬至阴寒极重，若再穿黑、深蓝等冷色，易锁住寒湿，来年脾胃、关节或情绪易出问题。此时黄色如一剂定心丸，助能量回归中宫。无需全身着黄，于心口、腹部或围巾添一抹温和黄色，极有稳定之效。属羊的朋友心善柔软，却意气散不聚，常觉钱财留不住，人缘浮于表面，根源在于土，能量不凝聚。冬至用黄色，即是完成聚的过程，聚气、聚财、聚财、聚真情，此后做事会更有底气，关系也趋于稳固。属狗的朋友忠诚有责任感，却常因扛责过多，使承载之土被过度挤压，而行动之火难以生发，终至疲惫固执。冬至用黄色是泄压与归位，让过度承压的土恢复稳定运化之职，不再紧为垫脚石。属猴的朋友聪明灵活，却因气机过活过跳，根基易不稳，与环境变动易心慌失误。冬至能量巨变，若衣着鲜亮跳脱，会加剧气浮。黄色此刻如同智能刹车，与你稳定内核，让财智用在正确方向。属猪的朋友常有福气，性情温和，但易在顺境中随波逐流，缺乏主动定力。冬至用黄色是一份温柔提醒与收摄，借土之稳定，将福气与财运锚定于自身根基，不轻易被外境裹挟。最后谨记，效用不在面积大小、颜色浓艳，而在穿对位。哪怕仅一件配饰，心意到位，能量便已启动。下期我们将解析哪些人需在冬至借红色激发活力。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更需要注意的红色了。在展开之前，我必须再强调一句核心的话：红色在冬至这个语境下，首先不是喜庆色，而是启动色、点火色。如果你的车已经引擎过热，还在狂奔，再猛踩油门可能会出问题。但如果你的车在冷库里冻得打不着火，那么这一脚油门就是关键。那么哪5种人应当在冬至这一天用红色来激发自己的生命活力呢？第一种是连续3年都感觉状态走下坡路的人。注意，不是偶尔不顺，而是感觉一年比一年机会少，一年比一年无力，精神头一年不如一年。这种状态说明你生命中的阳气已经呈现到了一个低谷。第二种是身体长期怕冷、手脚冰凉的人，我这里指的是长期持续的状态，不是偶尔受凉。第三种是事业上感觉总差临门一脚，卡在关口的人。红色在冬至这一天帮你破的往往不是外在的障碍，而是你内心深处那股不敢迎、不敢向前冲的无形之气，它给你补充一股决断和冲刺的勇气。第四种是做任何决定都反复犹豫、习惯性拖延的人，机会来了，思前想后，等你想明白了，机会也溜走了。这种状态是典型的火气，不足以照亮思维，推动行动。冬至用红色是帮你把能量往上提，让心火明亮起来，驱散犹豫的迷雾，帮你下定那个决心。第5种是长期情绪低迷，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人。这种人其实最需要留意，因为这不是气质性的病变，而是心火几乎要熄灭了，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冬至是全年唯一一个点燃心火而不会过度消耗阴液，因为阴气还很盛的最佳时机，错过了就要再等一个完整的轮回。
红色怎么穿才有效？不是要你打扮得像新年福娃，重点是贴身和温暖。贴身的红色内衣、袜子，温暖的红色围巾、帽子，都比一件夸张的红色外套来得更直接、更有效。你穿这份红，主要是给自己看的，是唤醒自己内在能量的仪式。讲到这儿，聪明的你应该已经悟出点门道了。黄色主稳，红色主动，一个是深扎土壤的根，一个是破土而出的芽。冬至这一天，你表面是在选择衣服的颜色，实质上你是在选择自己2026年初始的能量基调和发展方向。刚才详细讲了该穿黄色和红色的人，现在我要讲一个至关重要但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有没有人在冬至这一天既不适合穿黄色，也不适合穿红色？答案是有，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我对于这类朋友的提醒往往最重，因为他们最容易盲目跟风，看到别人说什么好就去做什么，结果把自己的气场搞得越来越乱。第一种是刚动过大手术，或者大病初愈，正处于精密恢复期的人。这类朋友身体的气血正在非常脆弱和努力地重建平衡，就像一栋正在修缮的老房子，最忌讳外来的强烈干扰。红色火的能量会引动气血外散，黄色土的能量会促使气血内聚，这两种外力都可能干扰身体精妙的自我修复程序。这一天，你们最适合的是米白、浅咖、淡灰这些中性、平和、低能量的颜色，让身体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自己慢慢接引天的复苏之气。第二种是情绪长期处于暴躁、易怒状态一点就着的人。注意，我不是说偶尔发脾气，而是指那种像火药桶，小事就能引发大怒的人。这种人本身内在的肝火、心火就已经亢盛不受控制了。冬至在穿红色，无疑是火上浇油，而穿黄色在火旺的情况下，也容易助长内湿，形成湿热，导致来年脾气更暴躁，身体更淤堵。这类人冬至的首要任务是降和收，而不是升，应该选择蓝色、绿色等有助于平静、清凉的颜色。第三种是正在处理重大是非、官司、纠纷的人。当一个人身处是非漩涡，自身的气场是混乱不安的，这个时候最忌讳显眼和招摇。红色能量太强太显，容易把你的是非推到风口浪尖，扩大事态。黄色则容易把不属于你的责任也吸附过来，揽到自己身上。这个时候低调才是最好的保护色，深色不引人注目的颜色更适合你。我说到这里，希望你能明白一个根本道理：颜色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它只是一个中性的能量工具。真正决定效果的是你有没有清晰地了解自己的状态，并顺应天时的规律去使用它。现在我们把冬至当天除了穿衣之外，最后3件必须配合做好的事情讲清楚。这3件事和你穿对颜色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2026年开一个好头。第一件事，冬至当天尽量不要急着做重大的决定或签署重要的合同。无论你是穿黄色求稳还是穿红色求动，冬至这一天的核心是接气和蓄势，而不是发力。气才刚刚开始萌动或归位，根基未稳。很多人一穿上红色就觉得精神百倍，立刻去谈大项目，这很容易因为气浮而判断失误，事后后悔。把重要的决策放到冬至之后几天，等气稳定了再说。第二件事，冬至的饮食要收，不要盲目的补。很多人觉得冬至是重要节气，就该大吃大喝，吃各种补品，这是大错特错。冬至是藏的开始，不是发的时机。你穿黄色是为了稳住脾胃，你穿红色是为了点燃火种。如果此时再摄入大量滋腻的补品或肥甘厚味，只会加重脾胃负担，堵塞气机，把刚刚调整好的方向又打乱了。这一天的饮食温热
清淡，好消化就是最好的补。第三件事，冬至晚上务必早睡，这句话最实在也最有效。冬至是阴阳交接，阳气出生，晚上11点前入睡，是在用行动帮助身体把那丝出生的极其宝贵的阳气好好的藏进肾水里，涵养起来。你衣服颜色穿得再对，如果这一天熬夜，就等于把刚点燃的小火苗放在风口吹，很快就会熄灭，前功尽弃。肯定还有人问，蔡老师，那冬至穿完这一天，后面还要继续穿这些颜色吗？我的回答是，冬至只是一个校正方向的起点，穿对这一天是把你的生命之车开回了正确的轨道，后面怎么开，开得快还是慢，取决于你日常的每一个选择。如果你之后又天天熬夜，暴饮暴食，情绪暴躁，那么再好的开头也会被你走成歪路。我常常重复一句话，生活从来不是一条客死的直线，它是由你每一个重要节点的选择连接起来的一段一段的旅程。冬至这一天，你哪怕只是做对了换一个颜色，这件小事，只要你心里是认真的，都是在向自然规律宣告，我准备好了，我要用一个更协调的状态迎接新的周期。你不需要迷信我说的每一个字，你只需要记住一个最朴素的原理，能稳得住的人才有资本去发动有意义的行动，而能持续行动并成功的人，前期一定经历过扎实的稳固阶段。今天这段话我们就先收到这里。在养心人生道这个频道里，我们分享的都是能让心安定，让生活更顺遂的实在道理。接下来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冬至之后紧跟着的30天，我们该怎么走，怎么做，才能让冬至这天调整好的这股气真正延续下去，滋养整个2026年。我前面反复强调，冬至不是一天的热闹，而是一年状态的起手式。你在这一天穿对颜色，只是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真正决定你2026年整体气象的是冬至之后这30天，你有没有把这股出生的宝贵的契机用在正确的方向上？很多人非要等到农历新年才想着立目标、改状态，其实从自然能量的角度看，你已经慢了好几拍了。真正的调整启动点不在正月初一，而在冬至之后，因为大自然的阳气就是从冬至那一刻开始，一丝一毫缓慢而坚定地生长出来的。你想顺遂，就必须跟上这个最原始、最根本的节奏。我给大家一个大原则，冬至之后30天做所有事情，宁可慢半拍，也绝对不要抢一步。为什么呢？因为出生的阳气就像刚破土而出的小嫩芽，娇嫩而充满生机。你如果急着给它施肥、猛晒太阳，看起来是帮它，实际上是在伤害它。真正的智慧是提供稳定的环境，让它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长。第一件具体的事，冬至后头7天尽量少说话。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但这7天气机在体内重新排列、归位、整合，是一个内在极其精微的过程。你说的越多，情绪波动越多，心思越杂乱，就越会干扰这个过程的顺利进行。尤其是那些冬至穿了红色成功点火的朋友，这7天更要留意，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是要让它均匀温暖地照亮全身，而不是让它变成乱窜的野火。所以少一些争辩，少一些不必要的解释，少一些情绪化的宣泄，让内在的气自己理顺。第二件具体的事，冬至后15天内认真整理旧账。我这里说的账，不光是钱财账目，更是指你生活中的旧物，就是旧关系和旧念头。把堆积的文件清理清理，把不再需要的物品处理掉，在心里对那些已经结束只会消耗你的关系做个了断，放下那些反复纠结却无用的想法。你冬至穿黄色，好不容易稳住的中土必须是一块干净平整的土地，
新的种子、新的机遇才能顺利生根发芽。很多人总抱怨好运不来，其实是旧的、淤堵的东西占满了空间，新的好东西根本进不来。第三件具体的事，冬至后30天，优先只做熟悉、有把握的事。什么叫熟事？就是你已经做过，懂得其中门道，成功率很高的事情。这30天是你养气蓄力的阶段，不是让你去开疆拓土、挑战全新未知领域的时候。不要突然转换行业，不要启动风险极高的投资，不要做大幅度的生活改变。我再讲一句可能有些朋友不爱听，但非常真实的话，人生真正积极的转变降临，往往都是静悄悄的。它来的时候，不是你感觉轰轰烈烈、石破天惊，而是你某天突然发觉手头的事情变得顺手了，遇到的人好沟通了，身体莫名的轻松有劲了。这些积极的转变通常都发生在你稳扎稳打，没有胡乱折腾的时候。今天我们讲了冬至6个生肖宜用黄色稳土固本，5种状态宜用红色点火启动。稳与动看似矛盾，实则一体。无稳则动为消耗，无动则稳成死水。我分享这些，最终是希望传递一种生活态度，对自然规律存敬畏，对自身状态保觉察。许多人抱怨时运不济，其实问题藏在关键时刻缺少瞬时的智慧。若你愿从一个节气、一件衣服、一次认真的选择开始，为自己的人生航向微调，便已走在前面。懂皮毛者看风水，懂生者观天时。真正通透者明白，一切外在调整都是为了更好的看清和修养自己。冬至是自然给予的一次校准机会，接不接、怎么接，全在于你。道理已讲透，剩下的路需你自己去走。衷心祝愿各位在2026年能一步一脚印，走得堂堂正正，长久安康。